平日里把我当亲生女儿的婆婆，发动周边亲戚讨伐我，就为了给小三腾位置。随后我爆出惊天大瓜：妈，你就那么确定外头的是您亲孙子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结婚6年，他出轨了楼下一个洗脚妹，我毅然决然选择离婚。我带我的毛孩子去打完疫苗，刚回到家，远远就听到婆婆对着杨世光一顿指责。虽然老公是条狗，幸运的是婆婆向着我，我听了心里暖暖的。可等我换好鞋，还没进屋，却亲耳听到婆婆点着杨世光的额头指责道：你怎么能让倩倩怀着我杨家的乖孙，还在外面抛头露面给别的男人洗脚呢？既然想跟他在一起，就该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分，每天偷偷摸摸算什么？杨世光脸色不好看，支支嗯嗯道：妈，我不是怕小梅知道了不依不饶吗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气，她要是知道我跟倩倩有了孩子，不得闹翻了天。好家伙，出轨就算了，竟然还有了孽种！婆婆大手一挥，怕她干什么？谁让她30好几了，不给咱杨家生个一儿半女？要不是看她还能挣几个钱，我才不惯着她。哼，现在好了，倩倩有了咱们杨家的骨肉，林小梅也该让位了，随便给她一个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休了她不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说完，俩母子相对狡诈而笑。妈，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小梅的吗？我还以为你会站她那一边，不支持我呢。切，你是看我平日里待她不错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，那还不是有钱能使人干事啊？奈何她给的多呀。你妈我不亏。咯，原来婆婆平日里待我的和善都是伪装的，一切都是我因为我给的多。是啊，每次她过来就问我想吃什么给我做，我都会一沓一沓钞票拿给她，买点什么新鲜的食材看着做。婆婆也是高高兴兴地接过去，很细心地给我做好吃的。我当时还感动呢，天下哪有婆婆一有空就上媳妇家问媳妇想吃什么，给她做？这样的婆婆比亲妈还贴心吧。加上我平时工作比较忙，经常忙得顾不上保养，总是犯头晕病。婆婆3天2头过来给我炖汤做好吃的，我感激不尽，给她的钱也越来越多。她也一直那么乐意过来帮我做吃的，没想到她真的只是贪图我的好处。看着这对母子的恶心嘴脸，我瞬间把隔夜饭都要呕出来了。听到动静，杨世光叔弟从沙发上弹跳起来，他还是怕我3分的，毕竟没有我，哪有他今天这么潇洒，能在外面养小三？可小梅回来了，婆婆扯着尖嗓子，虚情假意地叫我。我把毛孩子安顿好，就进了房间。这一次我没有理她，换了以前，她只要一来，我都会很热情地回应她的。如今只让我恶心。杨世光先一步进来房间，看我躺床上不吭声，把脸凑过来想要亲我。我条件反射地把头一抬，正好撞到他的下巴骨，他吃疼地啊了一声。婆婆听到后火急火燎跑了进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世光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看杨世光捂着下巴，似是自己牙齿咬破了嘴唇，有血渗出来。婆婆顿时惊叫道：哎呀，你流血了！你怎么弄的？是不是他打你了呀？婆婆扶着杨世光，噼里啪啦一顿输出。杨世光疼得哼哼唧唧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疼得他泪水都在眼里泛光。林小梅，你怎么这么野蛮啊？从前不知道你脾性，一回来屁没放一个，先动起手来了。看着眼前面目扭曲、指着我鼻子骂的老太婆，
我很难相信她就是以前对我和善无比的婆婆妈。你下手可真狠哦，把我儿子的牙都打掉了一颗吧？不就在外面养了个女人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她只是犯了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又不是犯法。你要是看不过去，就离婚。别在这里像谁都欠你几百万一样，我们杨家可不欠你的。哟吼，口气倒不小吗？从我跟杨世光结婚到现在6年了，他没有往家里拿过1分钱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连自己1包烟钱都要从我这里拿。逢年过节的人情随礼哪样不是我准备妥当的？就连老太婆每天必备的降压药都是我买的，真是不害臊。现在说不欠我了，感情老娘我这么多年养出一条白眼狼来，吃饱了反咬人啊！妈，你儿子婚内出轨你不骂，反而说我的不是，这像话吗？我歪着头斜着眼看向婆婆，我倒要看看她能怎么作妖。谁让你一天到晚只知道赚钱赚钱，整天不着家？世光他是个男人，需要温暖的。既然你给不了他家庭的温暖，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再说了，结婚都几年了，连个屁都没放过，换了别人，早就生了5、6、7、8个孙子给我享福喽。哪像你，整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还不给我的宝贝孙子腾位置，你还想赖在我们杨家不走了？我去！真想爆粗口，正怒火中烧。杨世光看有老太婆给他撑腰，脊梁骨立马也硬挺了起来。林小梅，俗话说得好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是咱家的独子，你总不能看着我们家断了香火吧？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承认是我对不住你在先，只要你不介意，我可以答应你继续留在我们杨家，不公开我们离婚的消息。我知道你是个爱面子的人，不想外界知道你婚姻不幸。杨世光说着，又偷偷瞄了我一眼，见我面无表情，又往我这边靠了靠。小梅，只要你不跟我置气，以后你打拼你的事业，倩倩负责生孩子，我会尽量说服倩倩，以后让孩子叫你一声大妈，长大了给你养老。反正你说过这辈子不想再生孩子了，以后也不用怕没人继承你的事业了，对吧？杨世光的贪婪的口沫星子都快溅到我脸上了，激动的热乎气息喷过来，瞬间觉得无比恶心。我把脸扭到一边，抬起头打量着眼前这个畅想着完美未来1夫2妻的男人，真想扇他一个大嘴巴子，可是我没有，是怕脏了我的手。说到孩子，谁没有过自己的孩子？3年前我也有过一个孩子，当时我精心备孕，准备辞去公司副总的工作，专职做一个准妈妈。经过半年多的艰辛调理，我终于怀上了。杨世光很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婆婆，婆婆立马领着乡下7大姑8大姨到城里来看我，说是来贺喜，实则是想看看我怀的是男是女。依稀记得那个阴雨天，我在楼下散步，刚回到家，当时我已经怀孕快8个月了。由于医生说我体质不好，加上第1胎运动量不能少，不然不好生，所以到了4个月后，我坚持每天散步。刚开始杨世光还陪我，慢慢的他嫌烦，不愿意下楼了，情愿窝在房间跟一堆网友王者吃鸡。我在孕期，也不想跟他置气，都是自己一个人下楼的。那天回来时就开始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我赶紧往家里走。回到楼下的时候，雨已经下得很大了。上楼时，我的裤脚都湿透了，又是深秋了，风一吹，我感到一阵寒意袭来，所以想快点回去换下湿掉的衣服。还没开门，我就听到屋里传来很热闹的声音。我匆忙推开门，还没来得及看屋里的人，
就想进房间换衣物，结果婆婆冲过来挡住了我的去路。小梅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看大家都等着你呢，快过来。妈，我还没开口说点什么，婆婆一把将我拉过去，站到七大姑八大婶的中间，一群人围着我，来来回回转来转去，看了又看，看样子像个男孩，不对，这样看像个女孩，不对，是男孩，不像是女孩。因为人多，家里窗户都关上了，他们把空调开到了16度，我身上衣服湿了，此刻感觉寒意更浓了。妈，我先去换件衣服，不然……嗨呀，急什么嘛？先让大伯娘好好看看你这胎是男是女。我只好忍着寒意，哆嗦着全身。哎，你别晃啊，都看不清肚子形状了。叫大伯娘的上前推了我一把，我一下没站稳，加上脚冷得发麻，一个踉跄摔趴在地上，肚子重重着地，牙齿也磕到了地板，嘴里呼了一口血。我心里顿时一惊，只觉得下体一股温热的液体在往下渗，痛的瞬间失去了知觉。等我醒来时，我躺在医院，杨世光坐在床前打瞌睡，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头。小梅，你醒了，想吃什么？我去给你买。孩子呢？我随之呼出这句话，满眼期待地看向杨世光。孩子没了。杨世光支支吾吾地答道。不过我妈听医生说。这时婆婆闯了进来，抢答道：医生说这一胎发育不良，就算保住了也不能养大。小梅呀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。我只觉得全身都痛，连呼吸都是痛的。我的孩子就这样没了，我辛辛苦苦打备孕针换来的小生命就这样没了。我苦命的孩子。我顾不得身心上的疼痛，想起身，我要去问医生。哎呀，你刚流产完，不在床上好好休息，瞎折腾什么？赶紧把身体调养好了，才能快点怀二胎。婆婆在旁边扯着嗓子吆喝着，我听得脑壳疼，耳边传来窃窃私语，仔细一看，才知道他们给我住的是普通病房，病房里还有其他病人，对着我们指指点点。我艰难起身，不顾他们的聒噪，忍着剧痛，扶着墙来找到医生。林小姐，孩子没保住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医生，我不是已经快8个月了吗？怎么孩子就没了？我拖着虚弱的身躯，颤抖着双唇，想知道事情的究竟。你本来身体就比较虚，加上受凉，腹部还遭到外力撞击，孩子就……林小姐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不能太过于伤心激动，要是养不好，有可能……我见医生面露难色，心里一惊。医生，有可能什么？有可能这辈子都无法再生育，这是医生的原话。他同情我的遭遇，所以没告诉老公和婆婆。也就是说，我很大可能这辈子再也做不了妈妈了。不禁想起3年前我和杨世光刚恋爱时，他曾向我许下的山盟海誓。我杨世光这一辈子只对老婆一个人好，不强求老婆做不喜欢做的事，不干涉老婆的兴趣爱好，爱她，信她，宠她，永远爱护她。当时我笑得前俯后仰，为他的痴傻誓言，也为自己感到高兴和欣慰。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，见多了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，在茫茫人海中，终于让我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这个男人虽不富有，却总是事事以我为先。他虽不懂得浪漫，却总是在我最疲惫时给我温柔的怀抱，让我在众多豺狼虎豹撕扯后得到片刻安宁与温情。那一刻，我就认定了杨世光，即使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地推销售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与他走在一起。赚钱有我就可以了，他就负责给我家的港湾，
他说过这一辈子唯我不娶，不介意我在外抛头露面，反而只会更心疼我的付出。那一刻，我只觉得人生惬意之事不过如此，有稳定的事业，温情的爱人，我别无所求。与杨世光是在一场经销商答谢顾客晚宴上认识的。那时的他西装革履，把自己打扮得职业且绅士，站在砌好的商品柜前，卖力地介绍着自己的产品。他的声音很好听，像是某个电台的男主播，不一会儿就吸引了大批人群驻足。他讲得更卖力了。我走上前，随意看了看他手上的产品。健脑丸，这个时候推销这种鸡肋的东西，怕是无人问津。果然，等他介绍完产品特性后，众人悻然散去，一下只剩我。我莞尔一笑，也想离开。女士，请留步。杨世光拿着产品走过来，双手向我捧上。这位女士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睡眠不好？居然被他看出来了。这段时间，我为了谈下一个大项目，已经整整3个月没有睡上一个完整的觉了。他的套近乎让我来了兴趣。怎么，这件脑丸还有治疗睡眠的功效？我饶有兴味地给了他一个歪头杀，脸上挂着些许戏弄。女士，不是的，您还这么年轻，用不上我们家的产品。我是想说，晚上喝点热牛奶，再泡泡脚，这样有助于睡眠。说完，他对我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，便又回到自己岗位上，准备收拾完到下场。我被他的实诚打动，愣了几秒后，决定光顾他的生意。那就给我来几盒，多谢你的建议，我记住了。杨世光像是受宠若惊的小孩子般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看什么呀？不想做生意了？我打趣道。没有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会买。他摸着头，腼腆的样子可太不像销售了，看来是刚入行不久。你刚做这行？我一手接过他递过来的东西，一边吩咐秘书付款。不是，已经做了大半年了，只是还没掌握门路。说完又开始害羞地摸头。我实在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样的愣头青在销售群体可不多见。由于购买产品时留了助理的联系方式，杨世光3天2头就会打个电话慰问一下，什么今天有雨，注意出行安全，记得带雨具啊。还有就是问我最近睡眠有没有好转啊，说泡脚要坚持，牛奶要喝热的，早上空腹不宜喝牛奶等。每天都是助理闲来时向我播报他的信息，像个天气预报员一样。林总，这个小销售可真有意思，每天不是问您吃惊了没有，就是问您今天有没有睡好。做销售的有那么闲吗？我对着电脑随意一笑，并没有太放在心上。后来的又一次邂逅，或许是天注定。那天，公司最大的项目终于要尘埃落定了。董事长指明要我前往陪客户吃顿饭，为了能拿下公司10年内都不用愁发展的大单，别说陪吃饭，就是陪喝酒也是我能做到的底线。混迹商场多年，陪吃陪喝已经是平常事，只要客户不是太过分，偶尔忍受一下咸猪手也是要的。那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助理家里有事休假了，我只好一人前往饭局。经过一番唇舌之战和敬酒大战，我终于把这张大单签了下来。说到这个客户，早就听闻是个老色鬼，在董事长面前提了好几次邀约我出来，我都没同意，本着要签就签，不签拉倒的心态拒绝了。无奈董事长实在推辞不了了，只能向我发话，无论如何这顿饭是跑不掉的。我想着不就一顿饭吗？还能把我怎么着？
可是当我站起来起要退出场合时，突然全身晕晕乎乎的，瞬间觉得头重脚轻，身体也不控制地燥热起来。不好！刚刚我去了趟洗手间，莫不是他们背着我？我自知已经非常小心，平时应酬都是带助理出来，就是防这一茬，没想到还是被下套了。我极力支撑着身子想要离开，客户王老板举着一杯红酒朝我走来。林经理，没想到你这么不胜酒力，才喝了几杯就醉了，我都还没尽兴呢。说完就把酒往我嘴边送，我一把推开他，扶着墙就想出去，可是身体早已经晕乎的不行，根本站不稳，眼看就要被那个老色痞得逞。突然耳边传来一声：“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真巧啊，你！”我抬起眼皮看了一眼眼前的男人，有点眼熟，可晕乎中一时想不起哪里见过。帮帮我，带我离开！我一把扯住他的衣袖，把头埋进他的胸里，便不省人事。等我醒来时，已经是大中午。看着眼前陌生的环境，我一咕噜坐起，起得太猛，头痛欲裂。你醒了，喝点蜂蜜水吧，解酒的。一个好听的男人声出现在面前，我抬头一看，是他，那个腼腆的小销售。原来我昨晚求助的人是他。昨晚你醉得不省人事，又不知道你住哪里，所以只能把你带来我家。你不要介意。我打量了下四周，房子不大，但还算整洁干净。突然，我像想起什么一样，掀开被子一看，还好，衣服完好无损。你别误会，昨晚那位先生不肯放你走，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只能假冒是你的男朋友，把你带回来。看着憨憨的，还挺机灵。谢谢你帮我解围，我会感谢你的。说完，我从包里抽出一沓现金，放在床头柜上，起身准备离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说完，把桌上的钱又塞回我的包里。我见状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记在心里，来日再酬谢了。你刚酒醒，还是先吃点东西再走吧。我熬了热粥，很暖胃的。他这一说，肚子适时不争气的咕噜叫了几声。我尴尬地朝他苦笑了一下，随他走出了房间。餐桌上早已摆好了热气腾腾的早餐，这刻我在外漂泊的无力感瞬间被暖到了。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城市打拼数年，从来都是来去匆匆，没有这样做来好好享受过早餐和晚餐，更别说午餐了，全都是在公司叫外卖打发。尝尝我做的南瓜红枣粥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甜的，我放了少许的糖，很好吃。我一下吃完2碗，忍不住称赞一番。喜欢吃的话，我以后给你做了送过去。或许他也觉得一时口误，连忙打住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现场太尴尬，必须有人化解。我摸摸暖暖的肚子，想到昨晚他帮我解围，也没有趁人之危，说明人还是挺正直的。怎么称呼？我叫杨世光。就这样，我和杨世光的姻缘就此拉开了序幕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他真的做到了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心。下雨给我送伞，天凉给我送衣，饿了给我送饭，便招法的给我做营养餐。终于在俘获我芳心后，也把我养胖了一大圈。连我的小助理都一脸羡慕地说：“小梅姐，你的幸福真是溢出于表啊！”听着他的打趣，我满足地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红润健康的气色，眉头不再紧皱，整个人身心放松不少。我知道我找对人了。很快1年过去了，杨世光为了照顾我，虽说在事业上没什么成就，但是我一点也不介意。我们很快把婚事敲定。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，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，跟婆婆相依为命。我就不一样了，
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在孤儿院里长大，内心敏感，不轻易相信他人。是杨世光给了我温暖，以至于他不那么出色，不那么上进，我仍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他，步入婚姻。小梅姐，喜欢可以谈恋爱，为什么急着结婚呢？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他有点配不上你。小助理跟随我多年，说心里话，我很理解他这么说，只是我不想再一个人回到家冷冷清的。我想在这个城市，在我疲惫了一天时，有个人，有盏灯亮着等我，对我嘘寒问暖，我太缺了。婆婆对我的身世一点也不介意，反而拉着我的手心疼地对我说，以后我嫁过不去，便不是她的儿媳，而是她的宝贝女儿。这3年里，她确实对我不对，不管任何时候，我想吃或者想喝了，随叫随到。婆婆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做各种营养美食。杨世光对我比以前更好了，他直接辞去了宫儿，在家里做起了家庭主妇，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每天我一到家，便给我准备好洗澡水，约我按摩，给我捏脚，温牛奶，无微不至。我在这温柔乡里陷入得太深，久而久之，我越来越依赖杨世光，他也把我往死里宠。只是我不知道，这种得来太容易的宠溺，终究是不长久的。慢慢的，杨世光变得慵懒起来，他每天在家无所事事，沉迷起了网游。每次我加班回去，看到他在书房跟那帮网友战得正嗨，我只能一个人照顾自己了。婆婆倒是挺热心，每天都问我要不要过来给我做吃的，煮喝好的。我即使不需要，也会让她过来，因为实在盛情难却，给到她手里的钱越来越多。婆婆每次也是照单全收，不过看她照顾我还那么开心，出点钱也是值得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才3年，杨世光就厌倦了我。自从孩子没了之后，他就开始慢慢冷落我。每天不是说跟兄弟们约好打网游，就是有同学聚会。我工作忙，根本无暇留意他的行踪。等我发现时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他居然跟楼下一家足浴店的洗脚妹好上了，而且已经有1年时间，我竟然还被蒙在鼓里。要不是不经意意看到他出入3次那家足浴店，我完全不敢相信，平时憨厚腼腆的杨世光竟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。我跟进去之后，发现他正与他的小情人打得炎热，2个人衣不蔽体纠缠在一起。门口的保安过来想拦我，我随之拨出110，你们要是敢碰我一下，我马上举报你们存在 SQ 交易。一听要被举报，加之又知道我是小区楼上的业主，他们马上闭了嘴，希望小事化了。杨世光灰头土脸地跟我回了家，一路上一言不发。我心已死，原来 S 男人都是一个样，新鲜劲过去了，外面的屎都是香的。那个足浴妹满脸的麻子，还是个朝天鼻，要美貌没美貌，要气质没气质，可一张小嘴就能把男人哄得团团转。很快到了摊牌的时候，我心如止水，这个婚是必须得离的。面对这样一个肮脏的男人，我无论如何也过不到一起去。说吧，你图他什么？我平静地问。提到他，杨世光两眼放光。倩倩对我很好，每次去都会给我炖10全大补汤，她会体恤我的辛苦，说照顾家庭这种事本该就是女人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，被人照顾的感觉。我们在一起，永远只有我照顾你的份儿，我就像你的保姆一样，天天负责你的衣食住行。没有了抱负，没有了男人该有的权威。杨世光的一番控诉让我哑言。当初要在一起时，是谁说会永远做我最坚实的后盾，给我的事业保驾护航，让我心无旁骛，可以一心搞事来？
是谁说宁愿意一辈子做我的贤内助，也要跟我一生一世不分离？又是谁说能照顾我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，从此就可以做个愉快的家庭主男了？这一切的事言犹在耳边，现在想来是多么讽刺！原来人心从来都是不满足的。我在外面的打拼，换来一个家庭的衣食无忧。3年间，我花钱帮杨世光老家盖起了6层大别墅，又给他买了一辆全球限量级跑车，手上的至尊腕表也是好几个换着戴，这让他出门别提多有面子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他穿戴齐整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在人面前可以出尽了风头，谁不羡慕他有个会赚钱的老婆？还有婆婆这几年的开销，通通都是从我这里支付的。不管是冬天她要指定的貂皮大衣，还是她看上的珠宝首饰，只要她喜欢，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，全都买单。杨世光家里的7大姑8大姨，哪一个没受过我的恩惠？他大姨家的女儿是我安排进了分公司当部门经理，他小姑的儿子还没毕业就让我指个差事，我是把能用的人脉都给用上了。这虽然是一句话的事情，可欠人人情终究要还的，这其中的等价交换，杨世光他知道吗？不，他不知道。他整日就是在我面前说自己因为照顾我，耽误了自己的事业发展，他牺牲可大了，我一定要帮他照顾一下家里人，不然他会被戳脊梁骨的。我当时听了都只想笑，觉得他就是像个撒娇的小男人。我一高兴就把他请求的事全办妥了。要不是我的经济实力加持下，你有这么风光展露在别人面前吗？殊不知，你风光的背后都是我打拼的汗水。那个倩倩不就是看上他的财力吗？他以为杨世光是个大老板，傍上他就能衣食无忧，从此过上少奶奶的生活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一个洗脚妹而已，不值得我去跟他对峙。既然他想要这个男人，我给他就是。杨世光虚伪恶心的嘴脸暴露后，我是1分1秒都不想再看到他，这让我很难不怀疑他当初接近我的目的。离婚吧！我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份协议，甩到他面前。杨世光似乎没有料到我真的会跟他离婚，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你真的打算要跟我离婚？你离开我可以吗？杨世光眼里明明闪过一丝轻蔑，我在嗤笑他的天真和幼稚。经过这几年的家庭主男的生活，他早已跟这个社会脱凶了，想要重新融入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谈何容易？这么多年都是我儿子在服侍你，你还不知足？现在要跟我儿子离婚？离婚就离婚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们杨家又不是娶不到更好的。婆婆叉着腰在那里大放厥词。杨世光见有他妈撑腰，脸上多了几分自信。杨小梅，别说是我始乱终弃，我可没有说不要你，只是你不接受我的安排，离开我你就像个巨婴一样，连怎么生活怕是都忘了吧。他的盲目自信真是逗笑我了。别说我20几年来一直自力更生，结婚前3年，他确实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照顾和呵护，只是我这一点的温情就足以让我失去生存的本能吗？真是搞笑。再说，这后3年，他基本都没怎么管过我，这老公就像个摆设。你当年不是说要一生一世照顾我，一辈子做我的贤内助，让我安心搞事业吗？我递给他一个犀利的眼神，让他自己体会。杨世光先是愣了一下，随之马上恢复了常态。贤内助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吗？你是真把我当保姆使唤啊？要不是看你有点能力，你能使得动我？而且这一使就是3年，我他妈真是受够了。哪个家里都是男人在外面创业，
女人在家相夫教子，当贤妻良母，而你呢，非要搞什么大事业。这个家就像个旅馆一样，你回来就是睡觉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我参加同学聚会，大家都说我的手比那些家庭主妇的还粗糙，都笑话我在家里吃软饭，是个家庭主妇，没出息。我想出去创业，你要么不肯，要么就泼我的冷水，我就活该给你当牛做马是吧？杨世光越说越激动，想不到他心里积攒了这么多的怨气，想必是早就对我不满了。说到他创业的事情，不提还好，提起我就一把火。2年前，他说想自己和朋友一起投资做什么贸易批发，我二话不说就给了他200万，让他自己看着办。结果才半年不到，他不但把我给他的本钱亏没有了，还倒欠他朋友一笔外债，问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从了解的来龙去脉中，我得知他10有8九是被他所谓的朋友给骗了。杨世光自己知理亏，在我面前低着头自责的不行。老婆，我实在太没用了，看来我就不是做生意的料。200万说没就没了，真该死！以后我一定乖乖的在家里做你的贤内助，不再瞎搞了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看着眼前可怜巴巴的男人，这是我自己选的，况且他只是不善经营，损失的只是钱财而已，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。我叹了口气，最终选择不再计较。之后杨世光确实在家里做起了家庭主夫，做得尽职尽业，我也很满意这样的生活。只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有这么多不平衡。要离婚可以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和我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在外面谁不知道你回到家就是个甩手掌柜的，所以你必须给我们好处。婆婆口沫横飞，舔着脸提出了这样的要求。你要什么好处？我不紧不慢道，现在住的房子要给我儿子，离婚后世光要迎娶倩倩过门，不能没有房子。我的宝贝孙子不能没有一个家。还有，城区郊外不是还有一栋别墅吗？你得给我养老用，我老了总不能跟儿子媳妇挤一起吧。最后就是要分一点钱给我们，这往后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，我们总不能喝西北风去吧。说他恬不知耻，都是轻的，简直痴人说梦。我的房子凭什么给你们？我站起身，举着离婚协议对他们说道：你们若现在滚出我的家，我可以不跟你们计较杨世光婚内出轨的事。如果还赖在这里影响我的心情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母子俩一听，什么也拿不到，瞬间傻眼了。我儿子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一天到晚围着你团团转，事事以你为先，你倒好，想过河拆桥，我告诉你没门。这时候杨世光也站起来，与他老母一起讨伐我。林小梅，以前我以为你多善良一个人，没想到心这么狠啊。这么多年，我不顾男人尊严，低下身姿，甘愿在家里给你做牛做马，让你驰骋商场赚大钱。现在要跟我离婚，还想让我净身出户，我这么多年岂不是白忙活了？杨世光脸涨得通红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。老子尽心尽力辅佐你多年，现在落得个一无所有的地步，想跟我离婚不分家产。林小梅，你真够狠的！我看着眼前这个贪婪无耻的男人，心里最后一丝不舍也消之殆尽。你要是安安分分，不做那些混账事，会有今天吗？事到如今，我丝毫不给他半点脸面了。说什么做家庭主男，为我为这个家牺牲，你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。想当初我认识你时，你都已经30好几了，还一事无成。要不是我带着资产下嫁于你，
这么多年，你能过得如此舒坦风光，说什么自己委曲求全，为了我放弃了事业？跟我在一起之前，你是飞黄腾达了，还是钻石王老五啊？还不是一无所有的。要不是靠着我，你们母子这么多年吃香的喝辣的，身边的亲戚朋友个个不也沾了我的光，鸡犬升天了吗？要不是你背叛我，这样的好日子我能让你过上一辈子？我愿意一直供着你，养着你，住着我的豪宅，穿得人模人样，在外面养小三，你也配？你以为那个女人喜欢你什么？喜欢你窝囊没出息，还是喜欢你软饭硬吃？我一口气暴骂一通，杨世光听得脸都绿了。林小梅，你这张嘴怎么那么损啊？以前你不是挺温柔可人的吗？现在你看看你像不像个泼妇骂街？是啊，遇人不淑，多温柔的女子也会变得刚强不屈。保安。最后，我不想再与这对恶心的母子纠缠，直接让保安轰他们出去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，你们凭什么赶我走？我要投诉你们！小梅姐，你真的要跟他离婚啊？助理听说我要和杨世光分手的事情，有点诧异。这样不忠的男人留在身边干什么？我云淡风轻地整理着桌面，心境又回到以前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时候。我这才发现，这样的日子才是我最舒心的时候。一个人至少不会有这些糟心的事。这几天，杨世光天天来公司求复合，3天不见，他整个人胡渣满面，苍老的我都快认不出了。他老母亲也不闲着，一开始还找小助理打听我的行踪，想要见我一面。我实在不想看到他，一想到这几年他在我身上捞的油水，我心里就不平衡。林小梅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人！我们顾念你从小就是个孤儿，看你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所以才收留你，给你一个安稳的家。这么多年，我待你就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现在嫌弃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就把我扫地出门，一点都不念旧情。林总，您的婆婆不是前婆婆在公司大门口骂上了。助理火急火燎地上来报信，早就听到楼下闹哄哄的，我道是谁呢？原来是这对母子不甘心，下楼一看，杨世光他妈坐在公司大堂地上撒起了泼，手上握着一沓照片，逢人就哭诉：你们都来看看，来听听，我是你们公司副总林小梅的婆婆，她从小孤苦无依，是我们母子心疼她一个人在外打拼，我儿子不嫌弃她身世，娶她进了我们杨家，为了照顾她支持她的事业，我儿子不惜辞掉蒸蒸日上的事业，专职在家照顾家庭。我这个老婆子也为了他每天2头跑，过来给他做饭、洗衣、拖地，什么活都干。哪能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林小梅为了事业一直不肯为我们杨家生个一儿半女，我就轻轻说了她几句，结果她就连夜把我们母子给赶了出来。呜呜呜！可怜我老婆子大晚上的在这个城市没有去处，只能去住旅店。后来才发现身上没带钱，在大马路上凑合了一夜。呜呜！我婆婆以前嘴可会说话了，常常哄得我心花怒放。以前不觉得是坏事，还觉得她性格好，现在总算看到了，这会说话的老婆子嚼起舌根来真是不简单呐！哇，想不到堂堂一个公司副总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，也不怕人家戳他脊梁骨。哎呀，你们看她年纪轻轻就是副总，这个女人肯定不简单了，说不定是攀了这户人家什么关系才爬到金氏地位，现在翅膀硬了就想过河拆桥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不然这么年轻就做到了高管，
谁信啊？我看着众人的指指点点，杨世光他妈趁着风向适时扇风，可不是吗？我们杨家待他不薄，他不感恩都好了，居然还把我们赶出家门，还说要跟我儿子离婚。可怜我儿子事事以他为先，一个男人在家忍辱负重，现在落到这种地步，真是没天理呀！老太婆煽情的表演引来更大一群人围观，眼看大家对我怒气高升，手指头都快点到我脸上了。小助理挺身而出，站在我面前，对着众人大叫道：“你们别听了这个老太婆一面之词，就在那里指责我们林总。真正的真相，你们又知道多少？”顿了顿，小助理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点着众人，像是说教的教书先生。我们林总从小是孤儿没错，可是他20岁就凭借自己努力考取了博士，25岁在国外进修经济学归来，在国外学校就被直接指派到我们公司做副总，一直到现在，他还是我们公司的佼佼者。他有颜有钱，自己在这个城市扎根多年，早就积累了不少财富，哪里用得着攀附谁？要不是当年被杨家这个儿子花言巧语所骗，仓促进入婚姻，耽误了几年，我们林总早就升为总经理了，哪还有他们的事？说林总不给生孩子，呸！林总为了怀孩子吃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苦，好不容易怀上，硬是被这一家子给做没了。这老太婆还好意思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要不是你带着一群亲戚一个个折腾，要看林总的肚子是男是女，林总肚子里的孩子能流掉吗？你呀，是自作孽不可活，害得林总身体受伤不说，还在这里瞎逼逼。还有啊，这个老太的儿子在家吃软饭多年，居然还背着林总在外面包小三，用的还是林总的钱呢。小助理一番话，听得众人是一愣一愣的，风向马上变了，都在纷纷指责起了老太婆。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婆婆，自己的亲孙子都害，真是太狠毒了。是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纠结男女，真是嫁给这样的人家，谁倒霉？莫不是欺负人家女孩子从小孤苦无依，想要侵吞人家的家产吧？真是不要脸！老太婆一看风向不对，连忙坐起来反击：“哎，你们懂什么？我儿子可是独苗，不生孙子，难道让我们杨家绝后啊？再说了，娶媳妇不就是传宗接代的吗？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赚钱，家里活都是我儿子帮忙干的，花他点钱怎么了？那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离了也得一人一半。看来这老太婆是不见黄河心不死啊！林老太太，首先，我的家产是婚前财产，您的儿子当初为了表明心迹，不贪图我的财产，主动提出签了一份婚前财产协议，所以离婚他是拿不到1分钱的。还有6年间，虽说你们对我有所照顾，可我每个月都是花钱请阿姨上门打扫卫生和做饭，你们就是在旁边看看，发一下指令罢了。一席话一出，众人的议论声更大了，个个都向老太婆投去憎恶的眼神，有些还吐起了口水，说嫌晦气。老太婆一人难敌众口，只得灰溜溜地落荒而逃。看来不给点颜色，他们杨世光是不会那么轻易同意离婚的。于是乎，我抽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去那家足浴店找了那个叫倩倩的女孩，说吧，你找我出来干什么？我的时间很贵的，1个小时得。啪！我把一沓钱甩在桌上，倩倩直接看呆了，神情有点不自在起来。林小姐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和世光哥是真心相爱的，我就是不考虑我自己，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啊。
倩倩小姐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要和杨世光离婚，现在是他不同意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我成全你们，只是你得帮我。女孩很聪明，立马警惕起来。怎么帮？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终于还是露馅了。只要你能提供你和杨世光的婚外情的证据，我就可以顺利跟他离婚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一笔钱。一听到钱，倩倩的双眼都瞪直了。林小姐能给我多少钱？我要是能上位，那就是杨太太了。别说一笔钱，等我生下孩子，整个杨家都是我的。倩倩满脸自信，似乎在畅想着未来的贵妇生活。你是有所不知，杨世光就是一个妈宝，还是个软饭男。这么多年，他没有给这个家创造过1分钱价值。你跟着他能讨到什么好处？现在他给你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一旦我们离婚，他拿什么养你？你要是肯帮我，我们双赢。女孩的警惕性没有消除。你有这么好心为我着想，世光哥早就跟我说了，让我好好安胎，到时候他一定会跟你离婚，娶我进门的。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他还不明白，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杨世光和他妈这几天消停了点，趁着清静，我让小助理帮我一个忙，直接给杨世光送去了一封法院传票。林小梅，你疯了吗？你居然要告我重婚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不会应诉的，不应诉，那还由不得你。很快，法院催促杨世光到场。杨世光被逼无奈，只能前往。面对庄严的法庭，他还大放厥词：“林小梅，你真阴险！没想到你跟我玩阴招，老子当初就不该救你。要不是看上你有能力，让你给那些男的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”提到当年他帮我解围的事，我确实动了恻隐之心。当年他确实帮过我，只是没想到今天我们要对簿公堂，真是世事难料。正想着往事，突然小助理发来一条信息：“林总，告诉你一个惊天秘密，当年给您下药的就是杨世光，是他趁你上洗手间时扮成服务员，混进去给您的酒里下了猛悍药。他是故意用这一招接近你的。”这个消息来得及时，又令我啧舌。原来杨世光对我早就有所图谋，怪不得会那么巧，不偏不倚出现在我应酬的酒店，居心叵测呀！杨世光，你那么无耻，就不要怪我下手太狠了。本来还想念旧情，放他一马，只要答应离婚就行。现在我只想快点解决了他。这么多年，我的情感与付出都所托非人了。我冷眼看着对面不告席的男人，还一脸的不知悔改。林小梅，你这个贱女人！这么多年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你就这么算计我的吗？真是最毒妇人心！我站起身，不卑不亢地答道：“杨世光，当年你在我的酒里下药，故意接近我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识相的就赶紧签字离婚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马。要不然洗干净屁股，准备吃牢饭吧。”他妈在听众席上听我这样说，立马激动起来：“林小梅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贱人，有人生没人教的东西！我儿子肯把你娶进家门，已经很给你脸了，你还想打击他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”杨世光他妈在法庭上肆意喧哗，被警卫人员举了出去。老太婆不肯走，说要给儿子撑腰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最终骂声渐行渐远，直到门一关，场内彻底安静了。杨世光脸色铁青，低着头不敢看我，不知是因为被我知道他当年的奸计，还是被吓到了。我把他出轨，偷偷转移我婚前财产的证据交到了庭上。法官念出来后，问他没有没异议时，
杨世光才缓缓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呆滞，眼里无光，像是失了魂一样。直到法官宣判时，杨世光似是想到什么，瞬间变得狂躁起来。法官大人，我上有老母亲，下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，请行行好，不要判我，不要判我呀！杨世光急得口无遮拦，在被警卫送进去之前，回头望向我：“小梅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求求你帮帮我，不要让我坐牢。”可是，一切都晚了。我给过他机会的，奈何他不珍惜。杨世光因涉嫌重婚罪被判监禁2年零3个月。那个倩倩得知杨世光被判后，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杨世光他妈找过去认媳妇和孙子时，被店里的伙计赶了出来。我说那个怂货这样傻，把倩倩肚子里的孩子死认是自己的，原来是随他妈呀！哈哈哈！原来倩倩肚子里的孩子并不是杨世光的，这只是他上位的一种手段，风月场上的人惯用的伎俩，谁认谁接盘。即使有些不能转正，至少以后可以凭借这个肚子换个衣食无忧了。可怜杨世光还被蒙在鼓里，在牢里眼巴巴地等着他的小情人带他的孩子来看他，真是讽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